张妈呢？她去给你炖一点补品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叶琳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拒绝特助呢？你明明很喜欢他，不是吗？雨飞，我是眼瞎，不是心盲。何凡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只不过是因为我眼睛瞎了，想弥补我而已。要是让我面对一个每天不爱我，只是想弥补我的丈夫，只会增加我的痛苦。你以前不是说过，感情是靠积累出来的吗？你说你愿意让特助喜欢上你，你会努力的。那么为什么现在你反而不肯给自己机会了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对自己有自信，我就算输了爱情，还有其他的。可是我现在就剩这点尊严，不想失去。于飞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只要能让我开心的事情，都会去做。但是这件事情只会让我更受伤而已。如果你为我好，麻烦你帮我跟贺凡说一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叶琳，对不起，我想去洗手间。我扶你去。到这就可以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行的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还是我扶你进去吧。我可以的，真的。叶琳，我就在外面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叫我就可以了。叶琳，你怎么了？叶琳，叶琳，你开门啊！叶琳，叶琳，我没事，我没事的，我只不过不小心把东西打在地上，我没事，我可以的。不行，叶琳，你开门好不好？你让我进去看你一眼，我怕有东西伤到你，你快开门啊！叶琳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没事，我不想成为一无是处的人。求婚？是啊，可是叶琳就是不肯答应。她说特助是出于弥补，所以才要娶她的，她不需要同情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特助真的很有诚意，连我都被他感动了。如果叶琳真的可以嫁给他的话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可是就是不知道，
叶琳什么时候才能点头答应？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心里的那个心结？还是别答应的好。毕竟婚姻不是儿戏，不能只靠一时冲动。我是觉得，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。宇阳，等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我是觉得，我们少关心别人，谈谈我们自己的婚事吧。别人？你说谁是别人？叶琳是别人吗？她把你当成朋友，你怎么可以对她的事情漠不关心呢？你这样也太对不起她了吧！坦白说，叶琳没有结婚之前，我也不想结。于飞，我昨天答应允你，这2天就跟我妈说了。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。自从叶琳出事以来，我的心里一直都很愧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难道你要让我看着她满脸愁容，我自己一个人幸福的结婚去？我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说什么我也得让她开心起来啊！他们家那么有钱都没有办法，我们有什么能力？用心，我相信只要用心，一定可以想得出办法的。比如说，我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帮助特助和叶琳他们2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没错，这个样子的话，叶琳一定会开心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又来了？难道叶琳受到的伤害没有让你得到教训？先前就说过了，就是因为你爱乱撮合，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怎么现在又想继续了？是不是一定要发生什么大意外，你才会停止这些无聊的举动？我也只是想帮助叶琳，想尽一点心力嘛。你干嘛这个样子啊？于飞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再不改改你的冲动、不顾一切后果的毛病，总有一天你会吃大亏的。小心，前面有个台阶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慢点慢点，哎，好，好，啊，终于可以出院了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在医院家里两头跑了。对不起啊，最近大家都辛苦了。傻孩子，妈是高兴你能出院，没别的意思。一家人说什么辛不辛苦的？是啊，姐你别多想啊。哎，车呢？刚打过电话，前面堵车呢。这有哪一天不堵车的？你就应该让他们提前1个小时出来。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还能指望你什么？妈。哦，好好好，不说不说啊。喂，老王啊，你们开到哪儿了？贺凡，伯母，叶磊，跟我走。张鹤凡，你干什么你？对不起，结婚的事情我没放弃，请给我个机会，好好单独的跟叶玲谈一谈。小林都已经拒绝你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平涛，贺凡，你带小林走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妈，曼平，小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姐姐要是失去他，这辈子都不会快乐的。孩子，妈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定会幸福。至少给贺凡一个机会，你们2个好好谈谈，别这么快放弃啊！快走吧。谢伯母。小心。慢慢来。曼平啊，这是你搞出来的，你待会回去自己跟爸说。我们现在正走在江边的草皮上，前面就黄浦江，分隔着浦东和浦西。
阳光洒在江面上，闪闪发亮，就是那种让人看了却豁然开朗的景色。你明知道我看不见，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我说过，我会把你眼前的景象描绘给你听，就如同眼睛所看到的一样。够了，不要再继续了。你这样做并不会让我快乐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远离我，不要再靠近我，让我过平静的日子。我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伤害了。叶玲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娶你，我不敢保证有我在你身边，你永远不会受到伤害，但我会尽我所能的去保护你，让你得到幸福。你的话虽然动人，但只能让我更加清楚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心里有别人，你没有办法否认。你忘不掉那双眼睛，与其这样，不如让我一个人痛苦，免得你以后找到那双眼睛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痛苦的讲。不会有那一天的，我保证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他了，他现在过得很好。身边有人陪伴着，对他，我也只有祝福而已。你记不记得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你愿意陪我等，哪天我累了，你还是会守在我身边。而现在，我就是要请你，去实现你当初的承诺。够了，张和凡，不要再说了。非要逼我说出那些话不可吗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瞎了，我看不见了，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你？怎么让你爱上我？叶玲，不要同情我！这不是同情，是决心。如果当初我没办法说服你放弃，那现在你也不能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叶玲，我相信一段幸福的婚姻，并不是谁先爱上谁，而是愿意一生一世的呵护彼此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就把你失明当成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，让我们在患难之中产生真的感情。叶玲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别再拒绝我好吗？没有爱情的婚姻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会的，会的，只要我们有心，只要我们有心，一定会的。叶玲，嫁给我，我愿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照顾你，爱上你。真的，因为我有这个决心。这是设计师画好的改建图。到时候啊，小小姐的房间就移到楼下，减少她上下楼梯的危险。规划的不错，那就按这个去做吧。是董事长。哦，对了，张妈，哎，我跟你说一声啊，小莲回来以后呢，你就全的照顾她的生活，管理她的起居，别的事儿先放一放啊。我知道了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您真是疼爱叶小姐啊。是啊，
该为小小姐做的您都做了，真的希望小小姐能体会到这份苦心，早日的恢复心情。希望如此啊。张妈，快来帮忙！董事长，叶小姐回来了，张妈，给我吧。哎，小林呐，我怎么没看见人呐？我在问你们话呢，小林去哪儿了？爷爷，杨董事长，你大概忘了我说的话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爸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哎，小林，小林，爷爷，我要嫁给后凡。是我让贺凡陪我回来的。我们有话对爷爷说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嫁给他？希望爷爷可以同意。这么荒唐的婚事，你也敢答应？你们知道那个张建军是怎么起家的吗？啊？他就是侵占他老婆娘家的财产，才有现在这样的。他那个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打击对手从不留情，不然怎么会招人家这个丧心病狂的报复啊？哎，这样的人家。可你居然想把女儿嫁过去，你这是疯了！你呀，我也不赞成啊。那这么说就是你的主意了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爸，自从确定小林无法复明之后，我们绞尽脑汁想让他快乐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钱也没有少花。但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了笑容，而且还日渐消瘦。那都是一时的，时间久了，以小林的个性，他会重新振作起来的。爸，这种打击别说是小林，就是我们也承受不了。难道您希望他在身体上有了残疾之后，心理上也发生变化？我真的很担心，他要是再这么消沉下去，他会连命都保不住。所以我才希望他能够嫁人。那怎么嫁给张克凡就能活得好一些吗？啊，曼萍啊，你这是用女儿的生命，让她以身涉险呐。可对于女人来说，婚姻本来就是场冒险。我没有爸聪明，但我结婚20多年，婚姻对女人意味着什么，我最清楚。每次碰到伤心难过、嚷着不想活了的时候，只要想到老公孩子，我都会收拾好情绪，勇敢地面对一切。这种力量是家人的关怀和金钱无法取代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将来等小玲有了丈夫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也会跟我一样。人家说为母则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爸，你让她嫁了吧，也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够重新振作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算你说的对，我们也应该帮着小林重新找个好人吧。只要那个人能够真心爱着小林，条件差点儿也没关系吧。可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他是不会答应的。更何况，他是多么骄傲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忍受因为自己瞎了而必须要去接受条件较差的另一半？与其如此，
我宁愿她嫁一个自己爱的人，就算那个人有些野心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像爸护着我那样，我们大家都一起护着小玲，她会幸福的。曼平啊，你这是拿女儿的终生幸福在做试验呢。我知道，但我就是希望能够帮她找回快乐。哪怕要把我后半辈子都压进去，小心翼翼地为他看守这段婚姻，我也愿意。爸，这是我这个当妈的唯一能为他做的事。爷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！爷爷，请你同意让我嫁给贺凡吧，我爱他。孩子，其实他不爱你呀。我知道，他没有瞒我。刚才有深谈过，他跟我说了他的想法，我能够感觉到他的真情实意。爷爷，我深信他会爱上我的，他一定会爱上我的。要是我身体再好一些，我会答应的。赌上这局嘛，啊！可是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恐怕爷爷不会保护你一辈子喽。将来要是他对你不好，我只能是束手无策呀！啊，孩子，听爷爷一句话啊，别让爱冲昏了头啊！爷爷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认命。我愿意相信贺凡，我愿意相信他。爷爷，爷爷，就成全我们吧，求你了，爷爷。请杨董事长相信我，我是真心想要娶叶玲，我一定会给她幸福的。爸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啊？其实你的纯真善良，早已经打动了我，让我在不知不觉对你有了好感。可惜，我发现的太晚，现在也只能对自己说，还好，我没再造成另一个遗憾。车主，怎么样？叶玲她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，但杨董事长还是不肯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真的是太好了！我相信只要叶玲已经答应了，爷爷总有一天会点头的。要不然，我去跟爷爷说一声，
不用了。我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诚意，去打动他老人家，让他放心把叶玲交给我。也好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特助，特助，你放心，答应过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。我会忘记那双眼睛，尽我所能的对叶玲好。谢谢特助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这是我该做的。我还要忙，先下去了。啊！儿子，这么做就对了嘛！恭喜你，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谢谢爸。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我一定会尽全力让杨董事长答应这门婚事。爸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会娶叶玲，是因为我真心想补偿她，并不是因为你的计划，请爸体谅。小飞，小飞，电话。妈，别接！宇阳的电话为什么不接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又是因为叶林吧？妈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我只是生气宇阳，他明明知道我对岳林的事情很愧疚，可是他却只关心我跟他结婚的事情。甚至当我跟他说帮助特助跟叶玲求婚成功的时候，他还大声骂我，说我不懂事，说我做事冲动不顾后。你要骂的没有错，你向来做事战前不顾后的。你舅舅事儿是这样，叶林事儿你更是这样。妈，叶林真的打算嫁给你特助吗？反正叶玲已经点头了，他父母也同意，现在就差爷爷松口了。你别只顾着朋友的终身大事，你自己的事也要考虑考虑了。女孩子耍耍脾气不是不行，但见好就要收。既然宇阳也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对，你就给他一个台阶下，跟他和好吧，啊？我打他。妈，别打妈！哎，喂，宇阳，我是月姨。啊，我的气管扩张剂快没有了。啊，不用不用。你那么忙，你不要送了。刚好小飞今天不用上班，我让他去取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嗯。妈，宇阳等着你呢，还不快去？去呀，知道了。我走了。走吧。太夸张了吧！刚补的货就卖光了。你们这些人呢，知不知道买东西是要花钱的？哎，可惜了我这双手了，在这儿搬货。我要是成了大明星了，哼哼，是用来签名儿和人握手的。嗨，嗨，我是于强，大家好。嗨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吓死我了！哟，吓坏了吧，姐？你干嘛跑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来购物啊？啊。那你干嘛不让小飞陪你来啊？难得他休假，我让他去找宇阳去了。
啊，我懂的。对了，我总是听小飞提起你们特助，谁呀？特助啊？哎，那个个子高那个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张鹤凡。张鹤凡。他人怎么样？他人呢，很严厉，很能干。总之吧，怎么说呢，是个工作狂啦。反正我们在他眼皮底下呢，想偷点懒是不可能的。提问那么多干嘛呀，姐？那不管你了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看来小林要托付终身的对象是个还不错的人，希望他不是叶秉涛那种人，真能一辈子对小林好。张先生来了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鹤凡哥你来了。小伟。姐，鹤凡哥来啦！来了。你要喝点水吗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水果呢？不用。哎，好，小心啊，不着急，慢慢的，好的，马上到了，哎呀，1节、2节，好的。伯母。鹤凡，你看我们家小林今天漂不漂亮啊？妈。她呀，一听见你要来接她去医院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急着让我帮她打扮。可是我怎么说她漂亮，她都不信。你告诉她。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鹤凡大哥，这句话是灵的不得了啊，比什么灵丹妙药都有用。姐，我看这医院也别去了，就叫鹤凡大哥啊，在你这手机里面录个“你很漂亮啊，我很想你”之类的，瞬间，姐什么病都没了。小伟，连你也取笑我？好了，别逗你姐了，不然一会儿医生要是看见她，以为她的脸红是发烧，那可就糟了啊！妈，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快走吧。小小姐，我扶你上车吧。张妈，我来吧。慢慢来啊。慢点啊。哎。对不起，是我走太快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能够配合好步伐的。伯母，那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。慢慢来啊。慢慢来。妈，你说这爱情力量真是伟大哈！姐的笑容又恢复到脸上了。那是当然了，这女人啊，可以没钱没事业，但绝对不能没有爱情。没人疼的女人才是最可怜的。希望你爷爷也能早点明白这一点。走，这个右转，慢点啊。你今天这么早起床，回去就快点休息吧。我请张妈煲点汤给你喝。好啊。鸡汤好吗？怎么了？见到夏医师了，他现在正走过来。夏医师。叶林，
过来复诊。是啊。张先生，要先恭喜你们，听说你们要结婚了。谢谢。英丽跟我提起，你和于飞也快了，同样恭喜你们。不好意思，我待会儿还有事，所以没关系，你先忙，有空的时候和于飞常来家里坐一坐。好，没问题。走吧。等一下想吃什么？那么开心。于飞来了，护士长。来了。是我妈让我过来的，我拿了东西就走。东西呢？别这个样子嘛。那个好像刚刚有人按铃，要不我过去看一下。我要过一会儿才回来哦。夏医生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小柳，跟我走吧。谢谢啊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生气？拜托，像我这种人做事冲动又不顾后果，我只是祈祷每天呢不要把人家惹到生气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我哪有什么资格生人家的气呢？好，对不起，我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没有用啊。看来我得一次把诚意给做足了。喂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！一个医生在医院里面那么多人，多丢脸呢！丢脸总比丢老婆好吧？胡说什么呀？你再不原谅我的话，我数到3，我就真的跪了。1、2.1。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快去拿了，快点。哎，周医师，啊？你在干嘛？啊，我等个病人，等个病人。哎，忙你的，忙你的。喏。夏雨阳，你监守自盗，这下被我抓住了吧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这是我们自己买的，不是偷的。都人赃俱获了，还想狡辩？于飞，让我来说。周医师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女朋友的母亲患有气喘，所以我已经和医药公司沟通过了，请他以批发价卖给我。我有收据可以证明，绝对没有监守自盗这回事。那就更糟了。难道你忘了，医院3令5申严禁医师擅自跟药商接触，这罪名可不比监守自盗来得轻啊！周启瑞，这是故意找茬。我就找茬了，怎么样？别忘了我是他上司。当然，看
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网开一面。只要他主动离开医院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现。周启瑞，你以为把我弄走了，就不会有人想起你的总医师位置是怎么得来的吗？你把我整死了，就会有人瞧得起你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因为自卑引起的不安，没有能力就知道铲除异己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多开几双刀，让我好好佩服佩服你。我不想再忍了。叶灵说的对，对你这种人忍让，就只会让你得寸进尺。我早就该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。